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渡边雄二先生所撰写的《如果不想生病，就吃这个》这本书。从宏观的角度出发，对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食物做出了明确的判断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不做反而更好，免疫力下降的错误的2种感冒预防方法；第二，正录完是读完吗？不应该喝止泻药的唯一理由；第三，不要降低血压，明胶粉的3大惊人功效。本书的特点在于明确指出了应该食用的食品。现在开始讲解第一部分，不做反而更好，免疫力下降的错误的3种感冒预防方法。在冬天，很多人都会注意不要感冒。感冒是最常见的疾病，每个人都至少感冒过一次。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感冒的恶化可能导致肺炎，甚至危及生命。肺炎是在日本人死亡原因的第5位，绝不是可以忽视的普通感冒。虽然我相信大家都会注意保持健康，努力管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但是如果您发现自己一直在做的感冒预防措施，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，甚至适得其反。在本书中，我想介绍我们常常会犯的会降低免疫力的错误感冒预防方法，共有2种：一、绝对不能使用的有机氯化合物喉糖；二、降低体温并损害免疫力的感冒药。如果您在这2种预防感冒的方法中使用了任何一种，为了您的健康，现在就需要立即停止使用。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原因。错误的免疫力下降的感冒预防方法：一、绝对不能使用的有机氯化合物喉糖。许多人在冬天喉咙干燥困扰，冬季空气干燥，喉咙的湿润容易丧失，病毒也更容易繁殖，因此喉咙的不适可以视为感冒的前兆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，市场上推出了各种喉糖，但是这些产品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许多产品添加了合成甜味剂糖精。糖精是将天然糖的成分替换为氯，是一种有机氯化合物。有机氯化合物中含有许多毒素，如杀虫剂和地下水污染的原因3氯乙烯。在对怀孕的兔子进行强制性食用糖精的实验中，发现它们出现了腹泻、体重减轻以及死亡和流产的情况。此外，已经发现糖精会使胸腺和脾脏的淋巴组织萎缩，并进入大脑。市售的喉糖中还添加了合成甜味剂阿斯巴甜。阿斯巴甜是使用甲醇制成的剧毒物质，它的甜度是糖的200倍。大量摄入阿斯巴甜会在体内分解为甲醇，导致头痛、头晕、失眠等症状。最近还指出，阿斯巴甜可能引发脑肿瘤和癌症。指定药部外品的喉糖通常含有杀菌成分盐酸左氧氟沙星，该成分不仅可以杀菌喉咙的细菌，还会攻击喉咙的黏膜细胞，因此有时喉咙的不适可能会更加严重。综上所述，喉糖可以说是含有大量有害毒素的药物，即使喉咙有些不适，也不要轻易食用喉糖。错误的免疫力下降的感冒预防方法：二、降低体温并损害免疫力的感冒药。感冒的原因大多是病毒，病毒通过在喉咙和鼻黏膜上繁殖，并引起炎症，而导致各种症状。因此，为了治愈感冒，我们必须清除这些病毒。然而，市售的感冒药并不是用来清除感冒病毒的。感冒药的主要成分是解热镇痛药，也就是说，感冒药只能暂时缓解病症，而不能治疗感冒本身。许多人都有这个误解，但事实上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都没有感冒的治疗药物。目前，唯一能够击退感冒病毒的，只有人体内固有的免疫系统。免疫系统是由淋巴细胞为核心构成的身体防御系统，它能够攻击和对抗侵入体内的感冒病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体温对于淋巴细胞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。当感冒时，我们会发烧，这是因为身体有意提高体温以增强免疫力。那么，如果给予以解热镇痛药为主要成分的感冒药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解热镇痛药确实可以降低体温，但同时也会削弱免疫力。
从治疗感冒的角度来看，实际上适得其反。感冒发烧时，虽然本人确实会感到不舒服，但感冒病毒才是更加不舒服的。如果用解热药物强行降低体温，虽然暂时会感到舒服，但结果是适得其反。除非体温超过一定温度等极端情况，否则最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感冒并恢复健康。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为了提升免疫力应该积极摄取的食品。免疫力暴增的食品：一、蜂蜜。刚才我们提到，喉咙痛时吃喉糖反而适得其反，但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而必须保护喉咙的人来说，蜂蜜是一个推荐的选择。在对270名儿童进行的实验中，给患有喉咙感染的孩子在睡前舔食3种不同类型的蜂蜜，结果表明，无论哪种蜂蜜都能减少咳嗽次数，减轻症状并改善睡眠。由此可见，任何类型的蜂蜜对喉咙感染都是有效的。蜂蜜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对喉咙有益，其成分约80%是糖类，剩下的约20%是水分。因此，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它会导致高血糖，但其实不必担心。事实上，摄取蜂蜜会降低血糖水平。在对48名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研究中，每天按每公斤体重1克的比例摄取蜂蜜2周后，体重和空腹血糖值都有所下降。也就是说，摄取蜂蜜不仅不会增加血糖，反而会降低。各种蜂蜜中都可以直接舔食来保护喉咙，喉咙有不适感的人不妨试一试。2、大蒜粉。自古以来，大蒜被认为是元气之源，这是因为大蒜中含有的蒜氨酸等独特成分可以激活身体。此外，大蒜还富含维生素 B 族和氨基酸，对防止感冒非常有帮助。但是大蒜有气味，切碎或磨碎也比较麻烦，所以推荐大蒜粉。即使大蒜加工成粉末，功效也不会失去。因此，不喜欢生大蒜的人可以选择大蒜粉。免疫力暴增的食品。3、中药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预防感冒，有时候还是会得感冒。得感冒时，最重要的是养生，但如果必须尽快治愈，依靠中药也是一种方法。说到治疗感冒的中药，非葛根汤莫属。葛根汤与以解热镇痛剂为主要成分的一般感冒药完全不同。葛根汤的成分是多种生药，这些成分可以促进发汗，加速感冒的痊愈。此外，葛根汤中还含有激活免疫力的桂枝汤，因此有望提高免疫力。葛根汤是中药中最受欢迎的一种，它是颗粒状的，易于服用，适合作为常备药以防感冒。接下来我将详细介绍第2部分：正露丸是毒丸吗？不应该喝止泻药的唯一理由。在第1部分中，我们讨论了绝对不该做的错误的感冒预防方法，其中市售的感冒药通过降低体温来削弱身体的攻击力，从而对治愈感冒产生了相反的效果。然而，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药物并不仅限于感冒药。事实上，大家熟悉的正露丸等止泻药可能会损害肠道健康。正露丸的主要成分是木硫油，这种物质也被用作防腐剂。木硫油具有抑制大肠蠕动和抑制肠内细菌活动的作用，因此服用后会强制止泻。但是这对身体是否有益却值得怀疑，因为腹泻是身体在消化道中进入不良物质时，将其迅速排出体外的防御反应。也就是说，服用正露丸等药物强行止泻，会导致有害物质滞留在体内，排泄不充分。此外，药物的副作用也令人担忧。木硫油中含有愈疮木酚和苯酚等化合物，这些物质都具有强烈的毒性。最主要的成分愈创木酚具有很强的刺激性，仅3克就可能致命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腹泻是为了迅速排出有害物质和细菌，因此强行抑制是不好的。相反，我们需要促进排泄，同时调节肠道的健康。如果止泻药如正露丸是不可取的，那么腹泻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本书推荐以下几种调节肠道健康的食物：1、富含木质素的可可粉。
2. 作为中药使用的梅干茶。3. 超市就可以买到的某种酸奶。让我们一一来看这些有助于调节肠道健康的食品。1. 含有丰富木质素的可可粉。大家平时关注这个频道的话，对巧克力的健康促进效果应该已经很了解了。巧克力的原材料可可富含多酚和其他营养成分，那么与其吃巧克力，不如直接食用可可豆，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摄取其中的营养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因此推荐可可粉。可可粉是将可可豆去皮、研磨并去除脂肪后的粉末。可可粉中保留了可可豆中除脂肪以外的所有成分。可可粉富含可可多酚、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。可可粉中的膳食纤维称为木质素，它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，改善排便，从而调节肠道健康。2. 作为中药使用的梅干茶。梅干富含柠檬酸，具有强烈的杀菌作用。中国古代就将其作为中药使用，因此饮用梅干茶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能洗净肠道中的有害细菌。梅干茶的制作非常简单，只需用热水泡茶，然后放入梅干，用勺子碾碎即可。这既省钱又省力。梅干茶自古以来用于治疗食物中毒等，因此可以放心饮用。3. 超市就可以买到的某种酸奶。肠道不适的首要原因是肠道菌群失调。大肠内居住着数百种细菌，总数超过100万亿个。当生活环境紊乱时，肠道菌群的平衡被打破，益生菌减少，坏菌增多，从而导致肠道环境恶化，引发腹泻或便秘等症状。以乳酸菌为主要成分的酸奶可以纠正这种坏菌优势的状态，改善腹泻和便秘。酸奶是用乳酸菌发酵牛奶制成的，食用它可以将乳酸菌直接送入肠道，作为调节肠道健康的酸奶。代表性产品是无糖酸奶，并且含有 LB81 乳酸菌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，改善肠道健康。无糖且热量低，每100克仅62千卡，在超市等各地都可以买到，非常方便。希望大家能把它们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接下来第3部分，不要降低血压。明胶粉的3大惊人功效。很多人希望即使年纪大了也不要生病。疾病有很多种类，但年纪大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脑出血、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。如果患上这些疾病，不仅无法工作，甚至无法过正常的日常生活。那么，为了预防这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答案是保持血液流动正常。我们的身体由各种器官和细胞组成，而这些细胞能够活动，是因为血液不断地运送氧气和营养物质。如果血液流动受阻，各个器官的功能会下降，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停止工作。心血管疾病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为了预防这种心血管疾病，常常有人说应该降低血压，这是因为高血压容易导致血管受损。此外，高血压会对血管施加高压力，使其更容易破裂，导致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情况。因此，高血压被认为对身体有害。可能有人在医院被诊断为高血压，并服用降压药。然而，作者建议尽量不要服用这种降压药。欧美的实验表明，将血压降至130/85以下的唯一好处是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。相反，降低血压带来的负面影响超过了这个好处。将舒张压降至接近80时，死亡率反而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强行通过降压药降低血压，虽然确实减少了心肌梗塞的发生，但却导致其他疾病的死亡人数增加。其实，血压升高是身体需要这样做的结果。必要的血压下降会导致组织缺乏氧气和营养，从而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。血压升高是有其必要性和原因的。如果忽视这些原因而滥用降压药，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。如果说为了预防致命的心血管疾病，降压药不可取，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答案是保持血管的弹性。正如之前所述，
心血管疾病都是由于血管出现问题引起的，因此通过保持血管的坚韧和弹性，可以预防血管问题的发生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本书推荐的食品是明胶粉。你们认为人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呢？实际上，人体中最多的是水，占体重的60%到75%，其次是蛋白质，占约15%到20%。蛋白质是支持身体的基本物质，其中约30%是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广泛分布于皮肤和软骨中，但不仅如此，还存在于血管、骨骼、内脏等全身各处。胶原蛋白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蛋白质，特别是皮肤中还有全身40%的胶原蛋白，20%存在于骨骼和软骨中，其余分布在血管和眼睛等部位。如果胶原蛋白的生成不足，那么皮肤、血管和软骨等组织的胶原蛋白供应将减少，这些组织将出现问题。这些问题最明显出现在细小脆弱的毛细血管中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体内有足够的胶原蛋白，毛细血管的健康将得到维持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大大降低。那么，为了体内生成足够的胶原蛋白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答案是积极摄取明胶粉。胶原蛋白是所有动物体内的蛋白质，特别是牛筋、鸡软骨和鲑鱼皮中含量丰富。虽然有意识地食用这些食物可以摄取胶原蛋白，但实际上很困难。因此，推荐的方便摄取胶原蛋白的食品是明胶粉。市售的明胶粉种类繁多，推荐成分仅包含猪来源的胶原蛋白，不含任何添加剂。作者说自己每天将1克明胶粉混入饮料中摄取。此外，明胶粉的功效不仅限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通过摄取明胶粉，你还可以体验到以下效果：膝盖疼痛迅速消失，肌肤如婴儿般光滑，骨密度大幅提升，预防骨质疏松。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效果。明胶粉的惊人效果：一、膝盖疼痛迅速消失。观看这段视频的观众中，可能有许多人受到膝盖疼痛的困扰，这其中大多数可能是由于变形性膝关节炎引起的。膝关节由骨头之间的软骨组成，软骨起到缓冲作用，使关节活动顺畅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软骨减少，导致骨头之间直接摩擦，每次活动膝盖时都会感到疼痛，这就是变形性膝关节炎。软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胶原蛋白不足，因此摄取明胶粉可以促进体内胶原蛋白的生成，从而维持软骨，预防和治疗变形性膝关节炎。事实上，口服明胶粉会被分解为甘氨酸和脯氨酸等氨基酸，并被吸收，用于生成胶原蛋白。据说有些人在摄取明胶粉仅几周后，膝盖疼痛就消失了。因此，饱受膝盖疼痛困扰的人不妨一试。二、肌肤如婴儿般光滑。我们的皮肤由表皮、真皮和皮下组织3层组成，其中真皮是皮肤中最厚的一层，主要由纤维状胶原蛋白构成。也就是说，皮肤的大部分由胶原蛋白组成。真皮中还包含保湿成分透明质酸、血管、淋巴管等维持皮肤健康的重要成分。因此，胶原蛋白对皮肤的作用显而易见。食用明胶粉后，它在消化道中被分解为生成胶原蛋白所需的氨基酸，并运送到皮肤细胞，在那里重新生成胶原蛋白，并供给真皮，使皮肤得到良好形成，最终让肌肤如婴儿般光滑细腻。三、骨密度大幅提升，预防骨质疏松症。胶原蛋白不仅存在于软骨中，也大量存在于坚硬的骨骼中。骨骼是通过在骨基质上沉积钙质而形成的，而骨基质的大部分由胶原蛋白组成。近年来，老年人中患骨质疏松症的人越来越多。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骼变得松散易碎的疾病，容易导致骨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骨骼生成的速度减慢，骨密度也随之降低，特别是女性，骨密度在更年期后会急剧下降。
为了提高已经降低的骨密度，胶原蛋白粉是有效的。一项研究发现，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，在服用抑制骨骼破坏的药物的同时，补充胶原蛋白，比单独服用药物更能有效地减缓骨骼的破坏速度。这表明胶原蛋白可以减弱骨骼的破坏，从而维持骨密度。因此，摄取明胶粉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。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在50岁后急剧上升，因此建议老年人从今天开始将明胶粉纳入日常习惯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